那么要说春节呢，是传统节日里最重要的一个，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提出异议。可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春节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看啊，一般我们说传统节日，什么中秋啊，这跟嫦娥有关啊，七夕啊，这跟什么牛郎织女有关，这个端午节啊，跟屈原有关，等等等等吧。就这些传统节日，大多是有个人文典故或者有个神话掌故。可是轮到春节呢？这么些年我是做过无数和春节有关的节目，可是翻来覆去你一提啊，只能说有个叫年的怪兽啊，这个老百姓为了把它吓唬走，就放鞭炮把它吓跑了，弄来弄去，就这么一个传说。从思想境界上和文化内涵上来讲啊，好像春节跟那些个传统节日比啊，差了不止一筹。还有一点，你说这个春节、除夕、大年30、正月初一，就这2天，它首先它不是一个耕种的节日，因为咱们传统的这个节日啊，大多数跟农耕文明有关。那么这2天它首先不是耕种的节日，另外一个呢，离收获呢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就它当不当正不正。那为什么春节既没有什么深厚的文化内涵，又缺乏在节气上来讲对农耕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意义，可它成了传统节日里最重要的一个呢？我得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春节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它和回家有关。大家想想，就我们平常过传统节日，你比方说清明啊，这个中秋啊、端午啊，这些现在都有3天小长假。那么这3天小长假，我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想到回老家过年，或者兄弟姐妹凑到一块吃顿饭。更多是呢，要么我在家休息休息，在自个儿的小家休息，要么我就出去旅游去。有人说那不奇怪，3天小长假你能干什么呀？回老家时间不够啊。那可是11，是不是？长假那可是7天呢。可11期间，你想过回老家去探亲去吗？想过兄弟姐妹凑到一块吃顿饭吗？不多，你还是想出去旅游去。所以说以上那些节日是什么呢？要么出去玩去啊，要么自己安排其他的事儿，很少想到回老家。唯独春节，你想的是回老家。70岁有个爹，80岁有个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春节，你多远你都想回去。所以我告诉大家，春节为什么重要？就2字：回家。就春节真正代表着团圆，也就是说春节的重要意义是和回家过团圆年有直接关系。就是有了回家的概念，春节才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那么一开始春节啊，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说上古时期到后来，就是一直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这个春节地位还不稳固。为什么呢？当时还没具备回家的概念，而且时间前后动荡不定。什么意思？你比方说每年5月初5是端午节，那好，今年5月初5，明年改6月初5端午节，后年7月15端午节。你说这端午节你还过吗？哪天你都不知道，来来回回串。所以很早的时候，这个春节就因为不固定，它就没有地位。你看春节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说过去呢，人对这个1年365天呢有一个总体的认知规律了，有年的概念了。按照农历分呢，就农业的这个耕种分呢，分成春夏秋冬4季。春夏秋冬4季走完一圈，1年过来了。那么1年开始的头1天，大伙认为这应该是春节，可是最开始这天不固定。夏朝的时候，咱们说夏商周。夏朝时候，春节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正月初1，跟现在一样。但到商朝呢，往前错了1个月，就变成了12月初1。就我们说这腊月初1，到周朝又往前错了1个月，变成11月初1，就冬月初1。你等到这个秦朝的时候呢，又变成了10月初1，又往前错了1个月。就是你前前后后这么来回的动荡啊，春节定不下来，就没有人拿它当个固定节日。到什么时候开始呢？一直到汉代，汉武帝呢重新整理这农历，重新整理纪年，才确定每年的正月初1为这个春节头1天，除夕守岁。所以从汉武帝之后呢，这个春节时间固定了，才稳定下来。那么说回家的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是秦汉时候开始有。因为原来啊，这个比方说你要是公务员或者是给国家办事儿，没有休息日。
就反正你一年365天，你就干活吧。因为什么呢？没那么多活，你这一天呢最多就干半天，剩下半天你能回家。再一个呢，过去交通也不方便，你要干活就这么大范围内，说白了你家离你办公室可能走几步道就到了。所以无论怎么忙呢，你回家吃个饭，老婆孩子热炕头，家里祭祖有点什么事儿你都能照顾得上。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候，情况有变化了，因为秦国呢他不甘心这么一个地位，他想并吞六国，一统天下。所以从商鞅变法开始呢，秦国试图人人发愤图强，要让国力强大起来。所以那时候商鞅变法制定了很多严苛的法律，就你必须得认真干活，达到什么标准呢？获得什么赏赐。所以当时秦国的所有工作人员就忙活起来了，工作量比过去大多了。但虽然工作量大多呢，秦国当时就西安周边这么大个地方，这些公务员努力干个活呢，也就解决这问题了，也不用费太大劲。可是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建立大秦王朝，这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为啥？一下子疆域成倍的扩大。原来呢，可能我就在守家在地附近这一块干个活就够了，现在可能给你派到挺远的地方。因为原来你在陕西，现在给你派到河南，给你派到江苏。因为大秦国整个大秦王朝建立的时候，不可能秦始皇信任其他六国的人呢，还得信任自己的人呢，所以这些人一派挺老远，再回趟家就难了。而这个时候呢，全国刚刚统一，工作又多得吓人。你看秦始皇又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个书同文，车同轨这工作量成倍的增加，这公务员这活就干不过来了，干不过来。这一年到头连个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时间长了，你说他这家属包括本人就不堪重负。所以那个时候交通还不发达，你说真要是回去一趟，来来回回还挺老远。所以这个时候公务员家属是怨声载道。秦始皇一看这么下去也不行就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吧，每年的10月初1咱定为春节，这个时间呢咱连着放几天假，允许呢你们回家跟老婆孩子团聚，办家里的事儿，祭个祖干个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开始春节开始有固定假期，允许大家回家，人就把这个时间当作回家团聚的日子。后来我说汉武帝呢重新调整这个纪年，把这个正月初1又调回来当作春节，然后这一天呢大家放假回家，所以一点点在这个基础上呢形成了整个的春节假期。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才发现这年才过得有滋味了。为啥呢？它赋予了回家的概念。就这回家对很多人这个吸引力太大了。前面我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这个时候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团圆的节日。所以一个时间固定了正月初1，另外一个内涵赋予了回家。你想中国人说国家，这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儒家思想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家和国的地位是非常至高无上的。所以回家这概念，这成了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观念。所以这个时候春节才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忙活了一年，总算是盼到了1年1度的春节。眼下就算有再重要的事，也都得靠边，给春节让路，踏踏实实过个年。印象当中，春节过年充斥着各种放鞭炮、吃饺子、串亲戚、看春晚等必备技能。殊不知春节还有着多了去的令你意想不到的隐藏打开方式。只记得收了1年又1年的压岁钱，没成想这礼数不到位，压岁门都没，更别提门口的那副春联，居然都是因为嫌麻烦才贴出来的全民习惯。为了图个福到的彩头，常常倒着贴的那个福字，讲真，本意并非如此。貌似过腻了、过淡了的年，不敢想象，就差那么一捏捏，险些过不上。本期良知在新春之际，跟您聊一聊，1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作为这么重要的节日，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你说它重要不行里头啥内容没有，就吃顿饺子就拉倒了，那也不能叫春节。春节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礼节，一个是民俗。大伙注意，这2个方向不一致。礼节呢，
是要庄严隆重，民俗呢是要轻松愉快。说白了，一个呢可以居庙堂之高，体现重要性；一个可以处江湖之远，体现娱乐性。这两方面兼顾了，春节才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那么说这礼节指什么呢？大家可不要小看礼节。我们今天一说礼，要么说这个人讲礼貌礼数周到，要么说这个过年过节不得送点礼吗？指礼物。上古时候这礼可不是这个意思。上古时候商鞅变法之前，礼就是法律。当时东周西周有一部法律叫《周礼》嘛，它就讲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就那时候礼呢是把规矩跟法律合到一块儿的。你要说谁礼数不周，其实就等同于犯法，就什么事儿你都得按照礼节来。广义的礼节，当时呢，比方说天子奏乐的时候用什么格式，诸侯奏乐用什么格式，这都有严格的规矩。老百姓应该怎么样，有功名的人应该怎么样，这都在礼的范畴之内。那么说这个到后来这礼虽然说呢一点一点被法取代了呢，可是它在民间呢形成了一种规矩，如果你不按这个来，大伙儿会笑话你的。那么春节首先有一点，它的礼制礼节，就这个仪式感特别重要。可以说春节是中国所有传统节日里边仪式感最重的一个节日。体现在什么上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要是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边我记得第53回，第53回是叫这个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就这么一回。它是讲的呀，荣国府、宁国府这二府春节时候的各种礼仪规章怎么过的，它几乎很完整的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春节时候的礼数。咱们你照着小说就可以给大伙说说。要不说怎么说曹雪芹是这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呢？这里边是高度写实的。他讲除夕这天得回来祭祖，祭祖谁回来祭祖？咱们这里都知道，这个宁国府的老大贾敬，荣国府老大是贾赦，然后老二是贾政。这个贾敬平常干嘛呢？在城外道观里边修身养性啊，学做神仙呢。平常啊，他根本就不回来，人家都成世外高人了。你看他家里出大事，那个当时他的孙媳妇秦可卿死，葬礼这事儿没回来。你等他侄女元妃省亲，咱都知道这个元春嫁到皇宫里成妃子了，这么大的事儿贾敬都不回来。可是到除夕这天祭祖，他作为长子长房长子非回来不可。所以这一天贾敬回来呢干啥呢？祭老祖宗，就除夕祭祖。祭祖呢，这个格式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红楼梦》里这一回写了，祭祖呢，贾敬是主祭，贾赦是陪祭。然后再往下呢，你看这贾珍呢献爵，贾琏、贾蓉呢献帛，宝玉捧香。到小辈的贾昌啊、贾玲啊干嘛呢？铺这个展毯。然后下边各司其职，这道手续都完了，又礼乐呀，又祭祀都完事儿了，拉倒。整个这个过程时间还挺长。你可注意，这个祭祀参加的人先男后女，男尊女卑。这些男的弄完了，然后贾母带着女眷再来上香来。而且什么样的男的能参加？那不是说是氏族里头的任何男人都能参加。一般来说，你看为什么贾敬主祭呢？他是长房长子，贾赦呢二房长子，就两个大儿子领头。贾珍呢是下一辈的老大。所以到他这儿献爵什么意思？就说整个这家族里头，要么是长房长子，要么是大儿子，要么是呢有功名的。有功名指什么呢？就是他家不是世袭嘛，就公侯伯子男。头一辈呢是公，第二辈就直接接这个爵位改成侯，第三辈改成伯。往下有人说，那贾政怎么没出现？贾政是二儿子。再一个，贾政他跟他哥哥贾赦比呢，贾赦是世袭的功名，贾政是最后通过科举考的功名，所以从这点来讲，他既是次子，又不是世袭的，所以他在这个祭祀当中他是没有一定地位的，他不如他大哥，更不如贾敬一等。往下你看贾琏、贾蓉这两位，一个大儿子，一个二儿子，虽然是长子呢，但不是嫡出，他是庶出，不是嫡长子。所以到他俩只能是献帛，就拿着这个布匹绸缎呢，在这捧着。你等到宝玉，宝玉是次子的次子，贾政本身就二儿子，宝玉又是贾政的二儿子，
他要不是贾母宠着他呀，他连捧香的位置都没有。所以就说这个祭祀过程当中啊，把家族里头男性这个长幼尊卑分的是非常明确，然后之后贾母带着女眷再进。你看老太太在贾府权威很响，可是祭祖时候女的得往后靠，这个现在在咱们民间都是。你比方说这个农村盖个房子上梁的时候，男的去祭拜，女的不能进，包括给这老人呢入土为安呐，骨灰盒啊，买块墓地呀，这墓地这叫安坟的时候，也是男的叩拜，女的得靠后边，那这都是礼数。而且这个呢还不算完，你这个祭完了之后呢，到大年初一就守岁之后，初一这天开始呢，拜家族的长亲，这是贾敬、贾赦领着家族孙男弟女给老祖宗啊，拜年，给谁？给贾母。你看，这时候祭祖之后就开始续人伦了。那贾母毕竟老太太至尊无上，贾母当时说：“哎呀，一年也辛苦你们了，就不必行礼了。”那嘴上这么说，所有人可不敢缺了礼数，都过来给老祖宗行礼磕头。然后磕完头之后呢，贾母是最大辈啊，然后就贾敬、贾赦了，他俩再坐下，他们下边孙男弟女一堆呢，给他们磕头，给他们行礼。当然你看这位尊老吧，还有爱幼，这礼节得周到。爱幼是什么呢？跟我们今天大家都熟悉，发压岁钱。晚辈给这长辈磕头行礼，长辈呢发压岁钱。其实这个过程大伙注意，可不是我们今天说这给压岁钱，反正胡乱就给完了，是小的都给，不是。你这个晚辈给长辈行礼，这是必须的。行完礼之后，长辈给你压岁钱，可不是谁都给，有的给，有的不给。不给是什么情况？你犯了错误了，或者忤逆不孝，说白了不赏即罚他。不像现在这孩子，无论调皮成什么样都给压岁钱，而且现在这孩子也不给老辈行礼啊，行不行礼也都给压岁钱，这是不对的。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规矩，尊老爱幼怎么体现？你得尊老在先，然后才是爱幼。咱现在已经无原则的爱幼了，有的那孩子那对自己爹妈、对自己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根本谈不上任何尊重。那过年也一样，钱少不了。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坏了礼数，就是坏了规矩。所以大伙儿注意，这个礼节一定是尽得很周到。有的人说老梁，你说那个贾府那都什么大户人家，咱小老百姓用不着那个，那不是。你拿我说吧，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是农村，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去农村过年呐，他整个这一个村子呢，可能就那么几个姓，往往家家都有亲戚关系。我还记着我姥姥的父母啊，我叫太姥爷、太姥姥，那时候都已经80、90岁了。那可以说整个村里人大多数是他们晚辈。30初一的时候来拜年呐，一磕头啊，整个一屋人都磕头啊，然后到那家去磕头，整个全村子净磕头了。就说这些礼数在我小的时候啊，在民间也是挺周到的。可是好像这些年呢，你别说城里了，农村好像也不太讲究这个。所以我倒觉得尊老爱幼这一块是要有仪式感的，不是你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说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礼节。那么如果春节光有礼节不行，为啥？礼节这东西挺累人，你说又磕头又干嘛的，又搞这仪式那仪式的。如果这过年要就是都这些仪式，那咱大家时间长可能就烦了。我刚才说了，礼节呢是要隆重的啊，正式严肃的。那么民俗呢是要轻松愉快的。过年之所以吸引人呢，还在于它民俗的丰富性上。可以说春节呢也是民俗体现最集中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春节的民俗呢，大伙很熟悉的，比方说放鞭炮，比方说贴春联，比方说贴福字，比方说吃饺子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没有一样是让人觉得累的，都是轻松愉快，或者赏心悦目，或者身体感觉很舒适，都是这类的。你比方说咱说这个就说贴春联吧，咱们现在呢有的时候像什么银行啊，什么各公司还送礼。原来我小的时候呢，家里头老人给都写过这个东西。那么这春联是怎么来的？很早的时候呢，这春联啊，它是从门神演化来的。那何为门神呢？有个传说说这个有2个呀管鬼的大神，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这俩字儿搁这儿，
就他俩明搁这儿，你可能念错，你会念成神荼巨郁垒。垒哟，那你看，这不生灵涂炭的涂吗？这个不是那打垒球的垒吗？不是，你注意这俩字念神荼戌郁垒 LV， 这俩神是管什么的呢？就说这鬼啊，夜间这鬼出去游荡，到太阳出来之前呢，都得回到那个鬼呆那地方。那地方是个大山洞，洞口呢有个桃树，这神荼郁垒就在那儿把着。哪个鬼要是没干好事儿，或者到点不回来，神荼郁垒呢把这鬼抓住，用呢一种草啊给捆绑上，然后扔下喂老虎去。所以这不他们管恶鬼吗？大家觉得恶鬼别进我门，就把神荼郁垒的画像啊，搁到那块儿，这是门神。后来呢，他不是这门口这洞口那儿有个桃树吗？人演化成这桃木啊是辟邪的，这点不知怎么的东西方都一样。你看西方那个僵尸片都是吗？怎么对付这僵尸啊？把桃木钉在心脏那儿去。那好像东西方这桃木都是辟邪的，那么到后来就用桃木啊刻成神荼郁垒两个人的形象放到门上去来辟邪。这是一点点到后来呢，也觉得这麻烦，因为你刻成俩小人形啊，你要刻好看行，要刻不好看怪难看的。所以到了五代十国时候呢，后蜀的这个君主叫孟崵，原因孟尝，他觉得这麻烦，那咱简单点吧，显得咱也有文化，就让他下边一个臣子叫辛寅逊，在这桃木上呢写两句话，写了一个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副对联，变图像为文字，一下子文雅很多。所以后来宋代这个王安石有首诗写嘛，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新桃旧符是啥？其实就是春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开始有春联了。这是这个习俗形成。那么这个春联呢，咱说它其实是当门神的作用，就把邪祟不好的东西给挡出去。但问题是你过年光把不好的东西说辟邪躲开来，得把好的东西得整进来，招财进宝嘛。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又创造性的发明了另一件东西，什么贴福字。你看春联贴到门上，两边站上来，那当间这儿呢，这门正中呢把福字一贴，就春联它其实是辟邪的挡灾的，这福字呢纳福的，就是不好的事儿挡出去，好的事儿进来。我记得有一年春晚吧，请刘德华来，刘德华唱那个歌什么恭喜你发财，还记不记得那歌了？里边有两句叫什么，这个把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春联和福字的意思。有人说贴福字，这贴福字啊历史挺早，宋朝时候就有，可是呢很多这个民间传说里把它附会成明朝才有。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有人要黑朱元璋，就说朱元璋呢大明天下初定。朱元璋有一天呢，赶上这过年时候，他出来微服私访，来逛就看着有一家门口啊挂着一幅画，说打灯谜，谁猜中了我给你们什么奖励。他一看这个画面生气了。那朱元璋很聪明，画面上画个什么呢？画一个女的没穿鞋，光着脚，那脚挺大，28女娇娘，金莲3寸长。为啥这样短？衡量得有3寸，你这脚得多大？而这女的呢，怀里抱着个西瓜。朱元璋一看气坏了，为啥？这是影射他夫人大脚马皇后。因为朱元璋他老婆呢，这马皇后呢，当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呢，就跟着他，而且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出了不少主意，出了名的贤惠。但是呢，他不裹脚，大脚。当时有些酸腐文人就笑话嘛，女人不裹脚成何体统？大脚马皇后。这马皇后呢是淮西人，怀抱这个西瓜，这不就更明显了吗？大脚马后淮西人，猜这准是马后。朱元璋气的，你敢这么讽刺我，你看我怎么弄你。这朱元璋一来气呢，想个办法，我在家这家门上画个记号，回头我就让侍卫来把这全家都给弄死。可是在门上画什么记号，人家主人不知道，可能就给弄去。他想个办法，拿个红纸过来，他写个福字贴门上。我给你写个福字，你过年你总不能要晦气吧，把这福也撕了不要了。这就是符号，回头我就让人过来收拾你。所以他干完这事儿呢，回到宫里啊，这心里头难受，就跟马皇后说这事儿。
你说现在这些刁民就干这个缺德事儿，说皇上什么缺德事儿，马皇后就问。朱元璋1510就讲，马皇后一听说这可不好，就为这么点小事就要灭人满门，这可伤天害理啊。但是君王无戏言，人既然已经说了，又不能收回成命，这么着吧，王后打扮下边人出去，把这个几趟街所有人家的门上都搁红纸，写个福字贴上。朱元璋打发人去杀这家人时候呢，过不一会儿这侍卫回来说，皇上没法杀，所有门上都是福字，我总不能把几趟街都血洗了吧。朱元璋一听就明白了，大脚马皇后的主意就是，你看他这么讽刺你，你怎么还帮他们说话？万国说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此君王之福啊！你要网开杀戒，这天下怎么统治？朱元璋一想，可也对，说就从那时候开始这门上贴上福字。其实这个呢是有人黑朱元璋，因为贴福字的习惯从宋朝时候开始就有。有的说，那我们现在贴福字，门上经常把那福字倒过来，人家你家福到了，福到了，这不讨口彩吗？其实我告诉大家，过去根本就没有倒贴福字，这是不合规矩的。倒贴福字贴到哪儿呢？门上不行，窗户上哪儿都不能倒贴。箱子水缸这个地方倒贴福字，为啥呢？箱子你往出倒东西，水缸往出倒水。如果你福字倒着贴，一倒水，这福不就正过来了吗？表示福不会随着水倒出去。所以箱子上、水缸上贴福字才倒着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大家好像心里头都想多点暗示，只要哪个地方搁上个福字，都想倒贴。福到了，福来了，怎么着？其实过去是没这规矩的，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说这些民俗的东西。有人说，你说完了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咱现在这年味儿越来越淡？你说这礼节没了，这民俗也快没了，所以这年味儿越来越淡了。那为什么这些礼节民俗越来越削弱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首先一个呢，春节包括端午、重阳这些，它都是农耕文明的节日，它不是工业文明的节日。那么中国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呢，往往这个中间是有冲突。你比方说放鞭炮，那过去咱地方大怎么放都没事儿。现在城市里边人口高度密集，一放鞭炮不用说环境污染，还有可能引发火灾跟伤害。所以这个民俗就不适合现代工业文明，所以它有些东西一定会被城市化所遏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咱这一年呢，好多人都在外地上班，过年就放那么7天假，来回倒上春运又挤得要死，真正到家呢，屁股没等坐热呢，就3、5天，你没那么多时间跟家里人那叙旧干嘛的，所以这时间一忙活可能这年味就淡了。就是咱现在这个西方文化大量的进来，也夺走了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另外有一点，我们看那手机，一低头看手机，方寸之间光怪陆离啥都有，不比那个民俗什么有吸引力。所以这些都是年味淡的原因。可是你说年味再淡，咱们现在要说说，行了，年味挺淡，咱这春节取消了吧？我估计你就得暴跳如雷，咱肯定不能干，凭什么取消？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取消春节的时候。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那时候孙中山大总统就觉得一切都得按照公历纪元这1912年1月1日，1913年一按这个来，所以就规定每年元旦呢是春节，就说旧历年废除了，取消了。可是说废除上千年了，老百姓根本不买账。你那说1月1号过节，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所以这时候呢，全国出现了2个年，一个叫民国新年，就指1月1号，另外一个叫国民新年，农历正月初1。所以这2个一直并行不悖。往前走到1930年，国民政府受不了了，说这哪能定法不是法呢？给我规定2条。第一，所有节庆活动，春节的必须在元旦1月1号，旧历年说不能搞任何节庆活动。第二个呢，打发人出去看去，谁要在农历正月初1这过年，这前后你要买卖要赶关张就抓你，你要搞纪念活动也抓你。结果那时候监狱里人满为患，都弄不过来了，那老百姓也不听，所以硬掰，
到1934年，国民政府没办法了，当时南京政府下文了，说民间风俗政府不宜过多干涉，服软了，一切又都回来，所以就说又开始正常的过正月初一这个春节。所以你看咱们历史上啊，都差点这个春节都过不上，但是呢，老百姓誓死捍卫。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很多年轻人说这年味越来越淡了，我也不太拿春节当回事儿，那是嘴上说说。如果说我们把这春节取消了呢，我估计你肯定不能干，你得誓死力争。这其实就像我们很多呀和我们骨血相连的东西一样，比方说这个祖国，比方说这个母校，咱不经常说吗？母校是什么地方啊？是别人可以，你自己可以随便说我这母校这么好那么好，甚至抱怨，但是别人要说不行，别人说损害你母校利益，你得站出来誓死捍卫它。那我们的祖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祖国不够完美，但是要有人去损害我们的祖国，那咱们不能干。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呢，春节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东西，它是我们骨子里头骨血相连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呀所要捍卫的底线之一。再有2天呢，这个春节马上要到了，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能过一个幸福和谐的团圆年。12生肖，今天咱们给大家说到这个马，这马和其他动物多少有点不一样。你看咱们说的，无论是鼠啊、兔啊这些个动物啊，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毁誉参半。就说人家可能喜欢这个动物，也有不喜欢的。可是我们一提到马呀，你看形容马的好像都是好词。说这马呀，比方说骏马啊，再比方说这个人才，咱们经常用马来形容千里马。要说到马的特征呢，那更是不少人说好强啊，这个勇猛刚健、英俊洒脱快速，反正基本上都是褒义词。这个马其实从古至今来看呢，它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跟人的关系特别近。咱们经常说马通人性，你看过去古战场上，那个马和军人之间那种配合，现在咱一听评书，保准都是胯下马，掌中枪，什么小肚子，一颗铁锅梁，双膝一颗飞虎山，啪啪啪啪啪啪往前走。那么就说人马合一，这是过去古战场的情况，人马之间呢有这种沟通。现在我们看呢，这个赛马更是讲究这个人马之间怎么配合，所以马不仅离人近，而且深得人类的信任。那前不久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一个消息嘛，就当年呢，唐太宗李世民总共有6匹非常喜爱的战马，这马一般活20-30年呢就没了。这个唐太宗很想念这些马，他自个皇后去世的时候呢，葬在昭陵，然后在昭陵的一块大石头上呢，他找人把这6匹马的像给刻在这上，在历史上管这个叫昭陵6骏，是重要的文物。所以就这个马呀，跟帝王将相跟普通老百姓可以说结合的都非常近，离得都很近。而对我们现代生活它的影响非常大。你看咱们平常生活当中用语汗马功劳，马到成功，说这事儿要快点办，你立马就办。马首先是提升了人类对速度的这方面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比方说大街你得叫马路，不能叫别的，叫牛路，它走得太慢了。里边这个车到底能发动机都到什么性能，有个数据叫马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就把这马力活用过来了。而且有好多的这个名词和这些固定东西的使用方法都和马有关。比方说咱看铁路，铁路在俩铁轨之间有多远呢？这是固定数据1.435米。说这 M 数哪儿来的呢？这就是过去赶车，前面2个马往前跑，这不你能看到2个马屁股吗？这俩马屁股合到一起，这个宽度1.435米，大概是这个数。所以铁路的2个铁轨之间距离就基本按这个数据来。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用语经常用到的跟马有关，比方说你这人不好好干活，你怎么净拉套呢？这个拉套就是从马身上得来的。你赶马车2个马叉叉叉往前跑，可是要有其中1个马呢，他想偷奸耍滑，他怎么办呢？他往旁边跑偏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个马的套是绷得溜直，这个马套是松着的，那么整个马车的重量多半都让那个马给承载去了。
这时候车老板架抽一鞭子，这马就得往前奔，2个套就溜直了，所以拉套就比喻人办道偷懒。这个都是从马身上我们得来的形容到人身上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其实驯马这个过程啊比较早，但我记得过去我们有那么句话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四马字旁搁一个1、2、3、4、5的4，这什么意思呢？最早的时候那个马车呀，说4匹马拉，说驷马难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4匹马拉的车我都追不上，这必须得包括内车。要没内车呢，就是4匹马，不能叫这马字搁个4字就4。在最早的时候，马和车这是整套的交通工具。你像咱们这个那个时候诸侯有的可以驾8匹马的车、16匹马的车，最高贵的天子一级的32骑，那要速度有速度，要稳的有稳得进。所以当时这个4呢，成了这个一些诸侯天子啊表达这种排场的一个固定工具。那么什么时候马成了主要的进攻工具了呢？在军事上，那是从战国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赵国呀，就现在我们看这个河北北部一带，它正处在游牧地区跟农牧文明之间相交这么个地方，所以赵国比较早的呢，看人家少数民族就直接骑马，过去是马拉车，人站在战车上拿着长矛大戟，所以你看上古时期的兵刃呢，一般都长，那短了你够不着，所以短兵刃用不上。那么像锤啊、锏啊这些短兵刃，什么时候用上？赵武灵王胡服学射，穿着胡人的衣服。为什么呢？胡人衣服短打扮，下面这大襟呢也就到大腿上面这块，然后这袖子呢也都短，这样使兵刃方便。所以当时赵武灵王呢率先采用了这种方式，使赵国的这种军事战斗力极大提升。所以那阵由原来坐到马车上改成直接骑马，它就需要人和马之间的结合，而这个结合呢，对于汉民族来说不是个问题。这前面我们说在战场上给我们讲叫人马合一。你看这个凡是有名的将军骑的都是宝马，秦琼原先黄铜马，后来是呼雷豹，不秦琼卖马，那是个经典的故事吗？张飞骑的万里烟云兽，这是霸王骑的乌骓马，这都是宝马良驹。这宝马良驹啊，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你看《射雕英雄传》里边讲郭靖骑的汗血宝马，三师傅，我的小红马流血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他怎么会这样呢？静儿啊，这不是血，是汗，汗血宝马呀，大哥。这里边的小红马就是一匹，大师傅你也来摸一下，嘿嘿。你看这个马本身呢，皮肤下边有点特殊的染色体，结果你这一渗透出来那个汗呢，就跟人身体的血滴子是一点点。其实不像血那么浓，就是有点暗红色，所以时间长了呢，把它附会成这个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历史上汉代的时候呢，打到那个地方去呢，中亚当时那叫大宛国，从那儿呢弄进来3000多匹汗血宝马，但后来又水土不服，基本上就是在中国内陆这块呢没有繁衍开，所以这马不光是能耐大，它有速度。马还有一点呢，也称为对主人比较忠诚。当年有个周穆王，周穆王下面有8匹好马，被称为穆王八骏。这个八骏里头呢，有一匹马叫 Fen。据说呀，西王母呢看上这个周穆王这匹马，就要把这 Chant 带回到他那地方。周穆王在北，西王母在南，把这坎带回到这个自个儿家里的时候呢，喂这个软上好的草料，这马不吃。每天扭着头向着北方，向着雇主那个方向哀鸣不已。西王母一看，这样下去这马要死啊，不行啊，就给送回去。送回去这马上又喝水又吃草，活蹦乱跳的，就说这匹马忠心，主人忠臣，不是二主，好马也不会侍奉第二个主人。这个故事后来我们听过《岳飞传》的朋友知道，王佐断臂收陆文龙，就给陆文龙讲过，说你爹本来当年死在金兀术手里，你怎么能当他的育儿干殿下呢？为了讲这个，前头搁一次向北来铺垫，比喻这个忠臣良将，一生不是二主，不能背叛自个原来的故土和主人。所以元清向北呢，是马忠诚里头的经典故事。那么当时跟马有关的呢，但更多的我们说是好词吧。比方说这个年轻女孩都梦想着我有个白马王子，最典型的咱们知道白龙马。白龙马的《西游记》里边嘛，他是西海龙王的3太子。
惹了事儿了，被这个玉帝有人说奇怪了，怎么都三太子呢？你看东海龙王三太子，让哪吒给抽筋了，这西海龙王三太子，这是根据中国民间养儿子这个定律来的。家里头，你比方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天底下没有好老三，为啥呢？人口多的时候哥哥姐姐，然后轮到老三，一般家里活都让哥哥姐姐干了，到老三娇生惯养，有时候有点脾气有点毛病，所以这三太子好出事。这个西海龙王三太子呢被玉帝贬下去了，哎，到一个地方待着，你等着唐僧西天取经来这儿收你。没想到这三太子一着急，把唐僧骑的马给吃了。得，玉帝说，那你这样吧，观音菩萨也说了，你呀就变成马，你驮着这个唐僧，哎，西天取经。菩萨，你让我在这儿等师傅，可是不见人来。他就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啊，原来他就是齐天大圣啊，你化作白马驮你师傅去取经。后来这个功德圆满之后呢，把他封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哎，白龙马得成正果。所以你看，在中国呀，基本上这个和马有关的词呢，大多数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尤其有一点特别明显的，这个马呀，在中国被经常用来比喻人才。我前面不是说吗？千里马。那么说这千里马，它作为这个人才的代言呢，应该说从春秋战国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讲相马吧，说千里马你也得有伯乐发掘。这个伯乐是什么？伯乐是秦国人，这个人真实有其人，伯乐相马，他知道什么是千里马。那么这个相马自古以来专门有相马经，就什么样马是好的，说马脑袋分好几种，有直手、曲手、兔手，兔手就像兔子那个脑型似的。你看这个三国里头，关公骑赤兔马，不是说红的跟兔子跑那么快的马，不是那意思。赤字就指这马颜色是红的，兔是指什么呢？就这马脑袋像兔子脑袋一样，不是指像兔子跑那么快。所以当时相马有很多规矩，高水平相马的人呢，一看这马就知道它到底脚力能什么样，是不是日行1000，夜行800。而把这个千里马当成人才呢，这里头还有个千金买马骨的事儿。什么事儿？当初这个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这个燕国啊，一看周边的国家都招纳贤才，当时这个燕昭王也按耐不住了，说我也得请贤能振兴这国家。正好来这么一位自称有才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郭涵。一打听熟悉，郭涵说，这个人你不能说没才华，但是才华平平。那你才华平平，你让我用你，你有什么本事？这郭樊说，大人，我给你讲个事儿。当年呢，有一位大王呢想要千里马，就派人呢到各地收购一匹马，1000两金子。可是这个人转了一圈回来了，给他带回一副马骨头架子，花了500斤金。这大王来气了，说我让你买千里马，你给我买回骨头架子，这有什么用？他说，大夫，这个呀就是千里马的骨头，千里马骨头也不值那些钱呢。大夫，你好好想想，大伙都知道了，你买个千里马马骨你都能花这个钱，那你说谁手里有千里马为买好价还不上你这来？哎，有道理。果不其然，不久之后4、5匹千里马都送在大夫这儿。那么郭侃讲这个什么意思呢？说道，你想想，你就把我呀当成千里马的骨头，我是没千里马值钱，我能力平平，可连我这样人你都重用。你回头琢磨琢磨啊，那其他的那些人，真正有才华的人，真正千里马还不跑到你这儿来了？哎，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搭建个黄金台重用郭孔。所以后来李白这个古风里不写了吗？叫燕昭言郭括，遂筑黄金台，聚新方赵志，邹衍复其来。聚新、邹衍这些能人都跟燕国来了。所以你看，千里马呀被当作人才的代言由来已久。说什么情况下人才凋零都不肯出来呢？成语叫万马齐，这马都不吱声了。你看龚自珍不写吗？九州生气势风雷，万马齐纠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你看马身上的好词那多了去了。那相应的，在文艺作品当中，咱们夸马的地方特别多。你看咱们听歌，你听蒋大为骏马奔驰保边疆，马儿啊你慢些走，包括走上这高险岭都有清的昆仑河，有我在那里饮，哦马哟。你看人马这种关系，就是往往这个是人类通过歌颂马来歌颂人类的这种劳动精神。你看这是唱歌，你在画画上有名的，咱知道这个徐悲鸿画马，
徐悲鸿画马有个特点，重点在马腿跟马蹄子上。而徐悲鸿说了，马蹄子最难画，比女人的高跟鞋都难画。为什么呢？它是个重力结合点，也是主要的发力的器官。先把马蹄子画好了，才能叫画马识途。而且徐悲鸿画马有特点，一般画不软笔嘛，徐悲鸿搁硬笔画。他为啥？他想马鬃马毛帽笔太短，那个风骨起不来，只有搁着硬笔叉叉叉，银钩铁划的，显得马鬃都立起来，看这马多么漂亮。所以当然你看这些文学艺术作品这么歌颂马，它是有道理的。其实马身上也不光全是好词，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你比方说咱们平常说你这个人呢是个马屁精，你好拍马屁，他怎么没说拍牛屁拍驴屁呢？为什么非要拍马屁呢？这个其实也跟古代交通有关，因为在那时候人呢出门800里加骑快马，得骑着马。这个马好多时候根本不是说这马病死了，在战场上战死了，马很多时候是累死的。要我为什么说这马这个动物可敬呢？有的不少人研究说这马死了一解剖，才发现这个马的肺部啊，由于快速的奔跑，有时候都大量的出血。马其实好多不是在枪林弹雨里死的，而是活活累死的，猛猛站起来。那么马靠什么经得起这种大消耗的运动呢？咱们都说这马膘，这马得胖的身上有膘有力气。那么马膘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马屁股上。比方说俩人一见面，哎呦您这马可好，这是日行1000夜行800的宝马呀，然后到马屁股上拍2下，这膘这个厚啊，这是好马。一开始这是衡量马的这个体格一个标准，后来呢俩人一见面呢，为了讨好对方，也到马屁股拍一下，哎呀好膘，其实那马瘦的都快塌架了。所以到后来不实事求是，拍马屁股2下子，盲目的称赞对方，叫拍马屁。你说刚才说这个马既然上了战场那么认真啊，不累死不拉倒，那可是我们形容一个人做事粗心不认真。有句话说，你这也太马虎了。说这孩子作业写的马马虎虎，说这事儿你干得怎么样？马马虎虎，说怎么还拿这个做比喻呢？拿马呢，这是有典故的。宋朝时候有个画家擅长画马，也会画虎。有一天在家呢，人家找他，你给我画个老虎吧。他就画个老虎虎脑袋。又有人进来找，先生我看您给我画个马吧。他稀里糊涂就把老虎脑袋安个马身子画完了。画完他图省事儿，人家2家都不要啊他。你不要我留着挂在自个儿家中堂上了。他有2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也就个5、6岁过来问说爸爸这什么？他跟他大儿子说这个呀那个是马，他跟小儿子说这个呀是老虎。结果后来出事儿了。怎么着？有一次他2儿子出去打猎去，人家骑马过来，他以为这马是虎呢，一箭把人马射死了，赔了500两金子。等他大儿子出去到郊外玩呢，看着老虎了，以为这是马，翻身要骑，让老虎给咬死了。所以这一下子给这画家这个教训太大了，说你看我这个马不是马虎不是虎，这马虎图啊害了我呀。这后人就管这种粗心大意呢叫马马虎虎。但是这个你看跟马其实没关系。更冤的是全国流行的有个词，说你这个马大哈也是办事不认真啊，稀里糊涂经常出错，人管这样人叫马大哈。其实这个跟这个马本身没任何关系，而且这个词不是典故，50年代以后才有。咱们愿意听相声的朋友知道，57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相声作者叫何池，他写了个作品叫《买猴》，后来让马三立说出名了。马三立就说，这个故事单位呢有个同志姓马，人管他叫马大哈。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啊姓马叫马大哈。马大哈怎么叫这个名字？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嗨，领导呢给他布置任务，说到这个东北角买猴牌的肥皂50箱，结果这马大哈拿过来也没细看，直接就给抄成了到东北买猴50个，就能省什么，他也不管别人。结果其他领导也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都给批下来了。结果这位到东北真买了50个猴回来，这百货公司回来50个猴，大闹百货公司，哪都是猴啊！铁笼子上坐俩，创造的喜剧效果，当时好多人听了是哈哈大笑，所以当时的马大哈一下在全国流传开了。哎呦，你这个马大哈什么的，笑话人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和马有关的事，马确实在12生肖里，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搁到马身上好词远远多于不好的词。
所以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啊，这个国家往前前进，然后万马奔腾，比较有意思的，在结尾再给大家讲个事儿。马玉涛老师当初不唱那个马儿你慢些走嘛，本来是说呀要慢一点驾驭这马匹的，把美好的景色看个够。可是我们的邻国朝鲜，当时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呢，正搞一个千里马运动，他们一听不高兴了，我们搞千里马运动，一日千里往前走，你这让我们马儿得慢些走。据说当时朝鲜人还不大高兴。你看，这说明中朝两国人民对马的正面意义都是有着普遍认同的。